斗破年番第81集预告已经更新，随着萧炎夺得菩提化体弦，他便与苏千一行人返回了迦南学院。阔别了2年多，当初与萧炎同届的学生大都已毕业离开，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萧炎的超高人气。因为当初他创建的盘门，现在可是内院最强势力，其中强榜前50，他们就占了30多位，甚至连长老席都有好几个是从这里提拔上去的。而这等实力，加上萧炎的种种事迹，让得无数学生对这盘门创始人无比向往。与苏千几人分开，萧炎便独自前往了盘门驻地。走在熙熙攘攘的内院，由于大都是新生的缘故，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认识萧炎。如今盘门的总部已经不在宿舍楼，而是被学院分配到了一个硕大的独立庄园，里面的装修还有配置都是无比奢华。心中赞叹了一声，萧炎径直往庄园内走去。在其门口有着4名实力不俗的男子严格把守，从他们气息看，随便放进内院哪个门派都是骨干成员，如今在盘门却只能看门，这可是萧炎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为了不必要的惊扰，萧炎神不知鬼不觉地闪了进去。走在盘门宽敞的街道上，萧炎突然被一群人吸引而住。只见在人群中央，一名蓝衣少女在高台上炼制4品丹药，其散发的浓郁药香令得周围之人纷纷夸赞不已。新兰学姐的炼药术真是精湛啊！新兰学姐还曾说过，只要谁炼丹术超过她，就有资格做她男朋友。听得周围喧哗声，萧炎略感好笑。不久，在新兰炼完丹药，台下一片叫好声时，萧炎却是微微摇头，并低声道：“可惜啊！”突然的反调声令得周围的目光皆是愤怒的射来，而那新兰则居高临下的瞪着萧炎：“你说什么可惜了？”望着那清冷妙目的蓝衣女子，萧炎干咳一声：“若你火候再精准一些，运丹时间再长一些，那丹药的品质定然会更高。”见到萧炎如此不客气的说教，众人有些哗然。要知道，以新兰的炼丹造诣，有资格指点他的人在内院不足5人。新兰也是愣了愣，以他颇为冷傲的性子，自然不会采纳萧炎这种跟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建议。若是炼药系的长老，他倒是会细心听教。缓过神来，新兰淡漠道：“此处是盘门总部，只能盘门成员进入，而你却并未佩戴徽章便随意走动，这可不符合规矩。”听得新兰的话，周围的人立马警惕了起来。如今盘门规矩森严，若行走于门内必须佩戴徽章，而眼前这家伙却如此松散，显然不把门规放在眼里。瞧得周围戒备的目光，萧炎颇为无奈，没想到2年回来就要被当众盘问。那个，我是来找人的，能让虎家和吴昊来见见我吗？声音一落，众人脸色又是一变。吴昊与虎家在内院颇有地位，即便盘门成员也颇难见到，而这小子居然一口气要2个一起来见他。新兰摇了摇头道：“虎家学姐与吴昊学长事情繁多，他们可没空专程来看你呢。”听得此话，萧炎苦笑一声，便缓缓行出人群。此时，一名红裙少女正呆若木鸡地望着萧炎，而她的出现也令得周围射来不少爱慕的眼神。萧炎停在红裙少女面前，手掌在众人惊愕目光中拍了拍后者的脑袋：“萧妹2年不见，长高了不少哟。”语落，萧妹2滴晶莹泪水滚落。从当年那件事后，面前的人似乎从未与她有过如此亲密的举动。瞧得这般情景，众人以为少女被欺负了。当下，新兰连忙闪了过来。就在新兰要教训萧炎时，萧妹却是发出一道怯怯声音：“萧炎表哥。”声音落下，在场之人皆目瞪口呆，因为萧妹就是盘门创始人的表妹，而能够被其称为表哥，并且名字也叫萧炎的人，除了那位神秘的盘门创始人，还能有谁？吵闹的空地顿时安静了下来，谁都没想到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盘门创始人就这样凭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此刻的新兰也表情凝固，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瞪得老圆。萧炎啊，不对，门主你好啊。萧炎轻笑一声，并未对他们刚才的失礼加以责怪。望着那一张张激动的面孔，所有人都知道今日的盘门要沸腾起来。不久，在一处议事厅，萧炎坐于首位，而下方则是虎家与吴昊，还有一些新面孔的盘门强者。听着下方的汇报，萧炎甚是欣慰。现在盘门人数超过300，而且由于招收条件苛刻，其中进来的人大都是内院的佼佼者，甚至每年还能向萧门提供20几位优秀弟子。与吴昊几人叙完旧后，萧炎便来到大长老的办公室。此次回来，萧炎除了给天坟炼气塔补充心言外，他还将身中魔毒般的信息全部告知。听得萧炎要斗尊才能解毒，苏千脸色一滞，内院除了院长外就没其他斗尊强者了，而且他常年在外旅游，要不是他会捎信回来，我还以为他死了呢。
再者就是学院守护者，他们虽没有斗尊实力，可联手或许能短暂达到那个层次。不过要请他们出手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只会在学院生死存亡之际才会现身。萧炎无奈轻叹一声，没有斗尊帮忙，那只能再找一枚异火，不知大长老有没有异火的情报？苏千闻言一脸惊愕，异火在大陆上极其稀少，甚至吸引力远比菩提化体弦更高。当初的陨落心炎若非机缘，再凭借院长大人的能力，恐怕迦南学院也没机会得到此等宝贝。此事你应该问问你老师，他作为炼药宗师，远比我更了解异火。萧炎听完眼神一暗，老师已被魂殿抓走了，所以我此次寻找异火，除了解毒外，还有就是为了赶紧变强营救老师。听得此话，苏千一惊，连大名鼎鼎的药尊者都落入他们手中，这魂殿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而后苏千提醒道，当年院长也与他们尊老交过手，最后却未占到丝毫上风，因此在你没有实力前，千万别去营救，否则就是羊入虎口。若你真要去解救的话，最好先找药尘的生死之交风尊者。当年药尊者无故失踪，风尊者可是满大陆寻找线索，就连魂殿他也多次交手，所以若你能找到他，那风尊者绝对是一大助力。萧炎闻言苦笑，关于风尊者的信息他知之甚少，而且斗气大陆如此之大，他几乎无从下手。片刻后，苏千似乎想起了什么，沉思道，有一个叫焚炎谷的势力，他们自古研习一种异火九龙雷罡火，此火排名12，不过焚炎谷的人都是脾气火爆之辈，若你打他们的主意，怕会结下很大的仇恨。听得焚炎谷，萧炎一愣，自己的天火三玄变不就是此宗派的独门秘法吗？就在萧炎犹豫要不要去抢时，一道突然的声音缓缓传来，九龙雷罡火经过焚炎谷几百年不断的炼化，早就印上了血魂印记，除非修习焚炎谷特殊功法的人，否则不可能收服他的。发觉有人在偷听，萧炎手掌猛地一吸，顿时在门口的新兰就被萧炎一把卡住脖子。瞧的是新兰，苏千连忙说情，这丫头是我老友的孙女，去年才送来让我培养一下。萧炎听闻，缓缓松开新兰的脖颈，这丫头偷听了这么久，显然是有备而来。深深地缓了一口空气，新兰告诉萧炎，她有其他异火的线索，而且此异火比九龙雷罡火排名更前，只不过作为情报交换，萧炎要帮新兰家族重新进入丹塔的长老席。听得丹塔，苏千和萧炎皆是一怔，这个组织几乎汇聚大陆顶尖的炼药师，其地位在中州市无比崇高，而那所谓的长老席，以萧炎6品炼药师的水平，恐怕会相当困难。沉默许久，萧炎最后还是答应会尽全力帮助新兰。交易达成，新兰开始讲述异火的情报。此异火叫3000焰炎火，是由丹塔所发现，虽然他们许多强者都想之收服，但却徒劳无功，无奈只能将其封印。后来由于3000焰炎火非常强大，那层封印无法永久保持，最终丹塔决定每30年一次的丹会，只要夺得前10名，便能获得一次收服此异火的资格，成不成就看个人的实力。听得3000焰炎火，萧炎神采激动，此异火排名第9，比要老的古灵冷火还要高出2个段位。据记载，3000焰炎火成型星空之中，由于其岁月久远，一般被发现时都是灵智颇高的超级神物。这种异火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拥有不死体的能力，也就是说，若非受到致命攻击，3000焰炎火便能快速医治受伤的身体，让你再度浴火重生。而这一点，无论是萧炎还是其他人，都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即便丹会有无数大陆顶尖的炼药师角逐，萧炎也要闯上一闯。